集的 QCCS， 我是 Hiroshi。今天我们来上课一下。我在 Summit 的工厂。如果你们有玩车的应该有听过 SUMMIT 这个东西。在我身旁的呢，就是 Summit 公司的老板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Summit 龙影国际的老板，我姓谢，大家都叫我谢老板，或是叫我马卢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上一个课，就是呢烧焊的2种方法啦。你们知道什么叫 CO2 的烧焊吗？你们懂什么叫 TIG 吗？今天谢老板将为我们讲解一下。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帮我们业界在用的2种焊接方法。第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O2 焊接，另外一种就是 TIG 焊接。2种焊接的方法，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品质跟焊道形成的方法是不一样。CO2 焊接它是用直流电，用2氧化碳去保护这个产品，一般我们业界叫浅层焊接，不是那种深入的高熔点焊接的。然后 TIG 焊接，台湾俗称叫阿鲁旺焊接，这是一种惰性气体，它是用氩气去保护的。TIG 焊接它的熔点非常的高，所以它需要用氩气去保护。这种焊接方法我们叫做惰性气体深层焊接方法。这2个方法各有优劣，只是说我们告诉大家说，现在业界所采用的2种焊接方法。其实我知道你们如果不大会的，你们是听不懂的。我简单来讲我已经有学到一点点东西了啊。老板讲的 CO2 的嘞，分别就是你看像这个你摸上去它是一粒东西这样子的，就是 CO2。然后像这个圈像鱼鳞这样子的，这个就是 TIG 的焊接方法。对，我会了问你一下铁是不是只能够用 CO2 来去焊接，它不能用 TIG？ 刚才我听了，我是有一点乱了，所以是不是这样啊？铁的东西它也可以用 TIG 的焊接方法，因为你看这个就是一搞一搞的嘛，像牛鼻屎，就是像那个壁虎大便我们讲了，它焊接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叫俗称深层惰性气体焊接。这个焊接方法，它会增加它的强度，它会融合到铁里面的元素里面，所以这个方法是焊起来会比 CO2 焊接更强壮、更实壮一点。它这个简单来讲就是 CO2 它烧焊，它只有点表面，然后这个呢，这个是铁嘛这个呢就是用 TIG 的方法来焊接的啦。它是深入到表面，那个铁是已经融掉了，跟那个结合在一起了，它不是好像 super glue。 CO2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像 super glue 这样粘上去，这个就是融掉了，它结在一起，没有像一个大便这样凸起来的，它是凹进去的啦。铝合金也能够用 CO2 来焊接吗？铝的部分基本上也可以用 CO2 去焊接，但是焊接起来它没有办法像这种俗称的铝锭焊接这么漂亮。现在做产品不只要做的强壮，而且还要美观。铝的部分我们会用 TIG 焊接，让它的强度跟美观兼顾。所以你们知道了只要你们看到你们的这种疤是那种一搞起来你摸就懂了的。Summit 的这些疤，铝合金的都是用 TIG 的。简单来说，是不是 TIG 焊接肯定比 CO2 来的坚固呢？因为 TIG 你不讲嘛，它2个已经融掉了，结合在一起嘛。对，绝对是肯定的，100%肯定。考试一下，这个肯定是用什么焊接？考试考你 TIG。答对了因为这个你看它不是一搞一搞的，尤其是它里面啦，这个肯定是 TIG 的啦。你看年轻人不错今天马上学会了Summit 老板都讲我学会了。当然现在我来到这边了当然不要错过一些机会啦。我们来参观一下Summit的工厂，难得来到嘛。这个呢就是你们看到的前面engine那个把时常我们看到了，它里面是有3支的，它不是空心的所以你看我折它是
完全折不到的啦，OK。真的是不能，不是那种普通的 aluminium。我看有什么适合我的 vios 啊，我就偷偷放在后面。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是用手工来焊接了，应该你们是没有看过哈，我也是第一次看，你们很有福气耶。哦，它是有一点，它会用那个焊接方法热来它熔掉，然后就结合起来。Master Tree 不干我的 vios。这个就是机器自动用 TIG 的方法来焊接了，这些都是它做出来的。这个应该不是给 vios 的啦，没有用到。在啊，你们看到的就是锻造轮圈。Summit 也是有做轮圈了，现在这个就是他们拿来的原料啦，还没有做 pattern 的，放在那个机器里面变成这样子，这个是还没有烤漆的啦。哇，有一点重。哇，这个不懂多少 JJ 的，基本上市面上看到的那种 rim 啊是锻造，跟另外一种是铸造。锻造嘞就是 forge 啊，它比较耐，也比较轻。我们锻造铝圈的范围的话，我们是客制化，包括尺寸客制化、DCD 客制、offset 的客制。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外形也可以客制。客制就是 custom made 哈。这颗19，这两颗全部都是20寸。这些都装不上我的 vios， 有15寸的嘛？不好意思，没有15寸的啊。真的没有15寸的咩？真的没有16寸也可以啊，16也没有是吧？17都没有啊。这台机器是刚新买的，去年12月才交机的，全新的机器，开始在开发研究，今年年中就会出来这个出产品 Andy Robot， 产品的 Andy Robot。对。哎呦，你们又收到一个新消息了哦！所以要生产 Andy Robot 呢，他们就会拿一些 OEM 原装的来量它的角度，来做这个 Andy Robot 了哈。对，这个就是原装的啊，这是我们做的，在开发了，但是还未完成。哇，它里面的铁是够厚哦。它是用铬钼合金。哦，不是铁吗？不是，铬钼合金。对，铬钼合金。然后材质上的编号是 SA14130，这个又考倒你了哈，又让你学到，感觉像买我们那边的多多那种万字这样。哦，所以还没有开发的是这样，而且不是用铁。不是。哦，为什么要用这个很奇怪的名称的材料呢？因为它这个材料它的韧性跟弹性是比较足够的。那我们 NT Robot 因为在车底上做动，所以它需要它的弹性系数要好一点点。铁的东西是没有弹性系数，然后这个铬钼合金是有弹性系数。好吧，我承认我什么这个我真的是不懂啊，什么 SA。参观了这么多，也非常感谢这位谢先生 Summit 的老板，就给我认识了这么多，来带我参观他的工厂。喜欢我这一集的影片，记得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HeWei。哎，你那个 rim 真的没有15寸，16寸啦，没有卖，没有卖，但是我会想办法。今年10几万人见证，老板自己讲的。我们等10几万人按赞，赶快按赞，10几万没有这样多了。阿胜，结束了，走啊，我们去喝茶吧，快 ，OK， 等我一下啊，快点，走啦！阿胜，快点啦！等一下，你手上拿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啊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GTR 哦，GTR。